啊！谁他妈让你进来？这里不许外卖员进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他妈干嘛？挺有脾气啊！你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？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听不懂人话的废物！你们这是违法的！来老子的地盘给我普法，把他给我摁住！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他咱们物业的规矩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谢？我林楚楚的男人从不会说谢字。你男人？小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认识你，更不是什么你男人。林总，这个人确实不是穆董，他叫穆凡，就是个普通的外卖员。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母亲跟他相依为命。林总，我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可是他的容貌、举止、神态都和穆海生一模一样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像的人吗？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还有外卖要送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穆凡，难道你就甘心做一辈子的外卖员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脱下你的外卖服，成为我林楚楚的男人，同时成为盛世集团的最高总裁。盛世集团？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夏国商界之首，市值超过10000亿的盛世集团吧？没错，你只要愿意，你马上就能登顶夏国商界之首，拥有你这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权势和地位。你们为什么找我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这不是我吧？不，这是我丈夫，他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穆海胜。他在3个月前神秘失踪，我动用了所有的办法都没能找到他，却意外找到了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你。你是想让我假扮他？只有你能做到。只有我？我不行，我不太行。谁呀，敢在这儿闹事儿啊？太不把我们碧海国际放在眼里了吧？你就是那个臭送外卖的是吧？雇了一帮演员，把我的人给打了。明明是你们的人，不分青红皂白打的我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王法是跟有钱人有身份人讲的。你个臭送外卖的也配讲王法啊？来，抓了！你们这帮50块钱雇的演员还挺敬业是吧？我不管你们是干啥的，少给我多管闲事儿啊！如果我非要管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哼，都给我抓了！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？这里可是碧海国际盛世集团的子公司，你们就不怕盛世集团找你们麻烦了啊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！这是全球唯一一张至尊黑卡，只有盛世集团总裁才有。难道你是盛世集团总裁？没错，我就是盛世集团的总裁林楚楚。总裁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你啊，我你不应该求我。你们刚刚不是要抓他吗？不妨问问他愿不愿意放过你们。哥，不，爷，外卖员爷爷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呐，我求你高抬贵手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，好不好？林总，他们确实可恶，但是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就放了吧。心软了啊？你不该心软。如果今天是你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并不会对你手软。把这人丢出去，本人连同其亲属，本省内断其生计。不要啊，总裁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穆凡，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权势了吗？左手掌人生，右手掌人死。上一秒你还是受人欺凌的外卖员，下一秒他们就要跪下来求你，这就是权势。现在这份权势就摆在你面前，伸手可得。
不行不行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我还要攒钱养我妈呢，而且我已经攒够了钱，等着娶我的女朋友娜娜。哎，你说的那件事儿太冒险了，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你如果改变主意，随时打给我。今天的事谢谢你啊。林总，咱们就这么让他走了吗？放心，刚刚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野心，一个有野心的人是不会甘心做一辈子外卖员的，他会主动联系我们。什么盛世集团董事长，我才不稀罕。这辈子只要能跟我的女朋友娜娜在一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娜娜，娜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什么人？放开我！里面的是我女朋友。老实点儿，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闹事的地方。张娜，你刚刚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说你吵什么吵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都看到了吗？张娜，你答应我的，凑够20万彩礼你就嫁给我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跟别的男人？我随便说说的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你真以为我能看得上你这个送外卖的？和你在一起，不过是因为赵少喜欢玩人妻的戏码罢了。赵少，没错，哼，是我。赵光之，赵少，你们认识啊？你可真坏，朋友的女人你都下得去手。就凭他这种废物，也配跟我做朋友？哼，慕凡，上学的时候你就被我压着，这都毕业5年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废物？别动！哦，对了，我听娜娜说，你们在一起5年，她连你的手都没碰过。可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娜娜就迫不及待地往我床上跑？你说她怎么这么废物，连自己的女人都守不住呢？我跟你们拼了！跟我拼了！哎呀，你不过是个送外卖的社会底层垃圾，拿什么跟我拼呀？拿你头上这撮绿毛吗？赵光之，我一定要让你为今天所做的事后悔！娜娜，你听到了吗？啊，慕凡，我提醒你，我们赵少可是凌波酒店老板赵凌波的儿子，他干爹更是有着海城座山虎之称的孟世强。他们这种人的身份，是你这辈子都仰望不到的。我劝你不要不知死活的招惹他，省得连你那个废物老妈都跟着遭殃。你们要是敢动我妈，我让你们全家陪葬！嘿，行了啊，我可没工夫搭理你那个穷鬼老妈。不如这样吧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呢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，你就跪在这儿，给我看着车门，等我跟娜娜爽完了出来，给她500块钱小费，怎么样？慕凡，这可是500呢，你送1天外卖都拿不到那么多钱吧？还不赶快谢谢赵少！你他妈给脸不要脸是吧？给我打！去死吧你！行了，别闹出人命来！你说说你贱不贱？给你钱你不要，非挨一顿打才高兴。哼！喂，你说什么？我妈出事了！妈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小凡，你脸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。妈，医生怎么说？你哪受伤了？
我没事儿，不小心绊倒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啊。你看，你要娶娜娜的20万，妈已经帮你攒够了。妈，来，先坐下。妈，这腿都伤得这么重了，你都说没事儿，万一这伤口发炎了，那……发什么炎啊？你看，已经不流血了。小凡，能在死之前看到你娶娜娜，妈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妈，张娜我不娶了，她根本不配你对她这么好。娜娜跟了你5年，你说这话也太不负责任了。算了，还是以后慢慢跟你说吧。妈，我先带你回家，把伤口处理一下。妈，伤口好像发炎了，家里好像没有碘伏和纱布。你坐在这儿别乱动啊，我赶紧出去买。哎，慕凡不是说凑够20万了吗？放哪儿去了？小凡，娜娜，是你吗？哎呀，算了，反正老娘明天也要嫁给赵少。哼，你们那点臭钱，我才不稀罕。娜娜，你这是要搬走啊？住得好好的，怎么要走呢？你去问你那个宝贝儿子吧。哎，是小凡惹你生气了？小凡这孩子就是不会说话，他是真心爱你的。你看，你要的20万彩礼，我们已经给你攒起来了。还真有啊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这钱你先拿着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等小凡回来了，咱们就把你俩的婚事给定下来。谁要嫁给你那个窝囊废儿子？什么窝囊废？娜娜，你在说气话对不对？小凡要是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这个当妈的替他向你赔不是啊！哎，这是婚书啊！阿姨不识字，这上面写的是……阿姨，这个是我和你儿子的婚书。你真的要和我儿子结婚了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我终于……不对呀，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小凡怎么没和我说呀？嗨，他肯定是想给您一个惊喜。阿姨，小凡不让我跟您说，您可千万别说漏嘴了。哎呀，这孩子也真是的，哪有结婚不让当妈的知道的呢？死老太婆，你也配？阿姨，我们的婚期就定在明天，地点是凌波大酒店。您记住，千万别走错了。老太婆，明天你敢来，看怎么整！妈，你快下来！你这腿伤还没好，怎么爬高踩低的？这是妈5年前做的新衣服，一直不舍得穿，明天终于能穿上了。妈，这5年你为了给我攒钱，受苦了，是我不孝顺。什么苦不苦的？当妈的操劳了一辈子，不就想看到孩子早日成家吗？妈，林总，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但你要承诺，让我妈过上好日子。明早来盛世集团听层，我们到面谈。哦，妈，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，等会儿呢，我叫人来接你。接我？看来昨天娜娜说要给我惊喜的事情是真的啊！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奇怪，妈也不问我接她干什么。算了，到时候再跟她解释吧。不行，我还是先去吧，没准在婚礼上还能帮他们点忙。
小凡这孩子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是新郎的妈妈，来找我儿子。您就是赵少的母亲呀？快，里面请。赵少，我不认识什么赵少，我儿子叫慕凡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是赵广智先生和张娜女士的婚礼现场。至于你说的什么慕凡，不在这里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新娘叫张娜，我儿媳妇也叫张娜。世界上叫张娜的多了，还都是你儿媳妇啊？穿这么寒酸，我看你不是来找儿子的，你是想来蹭吃蹭喝的，赶紧滚！哎，我不是来这里蹭饭的。这上面的就是我儿媳妇儿，可是新郎怎么是别人呢？你还真来了！哎，娜娜，你昨天不是跟我说今天跟我儿子小凡结婚吗？怎么新郎成别人了？谁说要嫁给你儿子了？我要嫁的人一直都是赵少。我昨天给你我儿子20万彩礼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女人是说张娜收了她儿子20万彩礼钱，然后转头嫁给了赵少。这个张娜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别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拿你20万彩礼了？娜娜，我知道你还在生小凡的气，我这个当妈的替他向你道歉。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家再说啊！哎，滚开，死老太婆！我这裙子可是花了20万买的，能在了你赔得起吗你？我没听错吧？张娜真有20万，还用她买了条裙子？难道那个老太婆说的是真的？那可不一定，赵少这么有钱，说不定这条裙子是赵少买的。娜娜，你不会真拿我儿子的彩礼钱买了裙子吧？这可是我跟小凡辛苦攒了5年才攒下来的。我没有。赵少，这裙子真的是我自己买的。这死老太婆就是看我不肯嫁给她儿子，故意来捣乱的。娜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虽然还不是你妈，可是我也照顾了你5年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这个闹事老太婆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真是来找我儿媳妇。死老太婆，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慕凡那个捡垃圾的老妈呀！对，就是这个味儿，恶臭难闻。你知道慕凡在上学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味儿挨了我多少打？小凡小时候的伤是你打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好玩啊！小凡，我对不起你。哦，对了，慕凡最近是不是在送外卖啊？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失业，并且在整个海城断送他所有的生意。到时候我要看看他的骨头是不是还这么硬啊！不要赵少，我给你跪下。算了，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。谢谢赵少，谢谢赵少。不过你今天破坏我婚礼啊，这怎么办？我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。这样，你把这杯水喝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找你儿子的麻烦，怎么样？我喝。那赵少，我们说好了，我喝了它，你就放过我儿子。你要喝就喝，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你当我们赵少是什么人？还会骗你这个社会底层的废物？对，赵少绝不会骗我的。我喝了，你就放过我儿子。我喝。
我看谁敢欺负我妈！这不是张娜的前男友慕凡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还能来干嘛？抢婚呗。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，要不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送外卖的，真被他给唬住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小凡，妈不知道你以前吃了这么多苦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，而是他们。你别乱指我，告诉你，这里可是赵少的地盘，你敢乱来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张娜，当年你大学毕业欠了一身高利贷，走投无路，是我妈好心收留你，照顾了你5年，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罢了，还当众羞辱她，你要不要脸？那是他自愿的，又不是我逼的。再说了，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花你们家点钱怎么了？还敢找到我的婚礼上来？呸！真下头！我说你们母子2人一前一后的来干什么？讹钱来了。说吧，娜娜在你们家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出了。娜娜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装了，刚才还为了那20万要死要活的呢。切，这是30万，我可以全都给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这杯水是我亲手倒给你妈的，我现在要你亲自喂给她。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喂给她就都是你的了。赵广志，你找死啊！他说我找死，你个废物，竟然说我找死！慕凡，弄死我！死废物！你不过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还敢威胁我们赵少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哦，他是送外卖的，你确实能弄死我。我点了外卖，你接了订单，然后故意不给我送，饿死我！慕凡，你还是快点喂吧，不就是一杯水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喝了就能有30万。慕凡，我提醒你，你现在不喝，以后就是把马桶里的水全部舔干净了，我也不会给你1分钱。你说这个废物会喝吗？当然，这里可是凌波酒店，赵少的地盘，要是慕凡母子敢不配合，被打死的可能都有。小凡，一杯水而已，我喝。是一杯水而已，快喂给他。妈，既然赵少觉得这杯水没什么，那不如你来喝。老公，你没事吗？慕凡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敢这么对赵少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找死，来人！是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才让他喝的。赵广志，你自己调的东西，味道怎么样啊？小凡，你太冲动了。赵少，对不住啊，小凡只是一时冲动。妈，你不用求他，我跟你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人能欺负得了你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看来拳头不打在你身上，你是不知道疼的。今天我要是不打断你一条腿，我就不是赵。那看来你要换个姓了。林楚楚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林楚楚，难道是盛世集团的总裁林楚楚？慕凡竟然还认识这种大人物？不可能，林总真的来海城了，外界不可能没消息。就算林总真的来了，也不可能被他一个电话叫到这里。你不会想说，你刚才打电话的人是盛世集团的林总吧？不错，就是他。这个死废物，什么时候还学会吹牛了？如果今天林总能到这儿，我张娜下跪给你磕头道歉。看来今天这个头你磕定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看起来来头不小啊！难道真的是林总？拉倒吧，这个废物要是真能叫来林总，他妈怎么能被欺负成那样？我看这些人是他请来的演员吧？我就说怎么敢来这儿闹事儿呢？原来是请了一群演员啊！慕凡，
真是长本事了，知道找人来。但是你忘了吧，在海城就没有人敢动我们赵家。你们赵家，在来的这些人眼里，连只蚂蚁都算不上。放肆！那就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真本事。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非得惹我生气，那我就告诉你，赵家不是好惹的。别，赵少，你别生气，今天的事儿是我们不对啊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小凡一马吧，我给您跪下。妈，明明是他们仗势欺人，凭什么让你跪？就凭他们有钱，凭他们位高权重。小凡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算妈求你了，你就服个软。妈不希望你再因为你的脾气受到伤害。有钱就能随便欺负人，赵凌波就是这么教儿子办事的。大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直呼赵少父亲的名字！再敢口出狂言，舌头给你割下来！赵少，你跟他们欺负我！行啊，木凡，你找来的演员还真是敬业。不过我看你是事先没有做好调查，我们赵家背后的靠山正是盛世集团，你竟然找人来冒充林总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冒充的？就凭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你怎么解释？那是因为你不配见我。戴秘书，我怎么不知道盛世集团在海城有一个姓赵的合作商？林总，这个赵家是盛世集团海城分部一个下游供应链的供应商，他跟盛世集团的主流业务没有过来往，所以您不知道。可笑，一个蝼蚁一般的家伙还妄想撼天！立刻下令，切断赵家在海城的一切商业往来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赵家在海城除名。是。是谁在这里大言不惭，要将我赵家从海城除名啊？是谁在这里大言不惭，要将我赵家从海城除名啊？爸，你要再晚来一会儿，咱们赵家就真在海城除名了。是你来大闹我儿子的婚礼现场，还扬言要将我赵家从海城除名。不错，你要是还有一点脑子，就立刻跪下，向他们磕头认错，兴许还能为你们赵家留下一线生机。他们是谁？他就是娜娜的前男友慕凡，嫉妒我娶了娜娜，就带着他妈来闹我们的婚礼现场，就是想讹点钱。看来我赵家还真是积德行善的久了，任凭什么垃圾也敢来我们这里碰瓷儿。是不是碰瓷，你马上就会知道了。戴秘书，通知下去，赵家以后在海城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。狂妄！我赵凌波在海城盘踞了30年，凭你一个黄毛丫头也敢来这里威胁我？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你不妨赶紧看看你们赵家的股票和市值。你是想告诉我，刚才你的一通电话，我赵家就已经破产了？慕凡，我看你找来的演员还真敬业呀，但他怕是脑子有问题吧？要不是脑子有问题，能陪慕凡来这儿？刚才你说3分钟，行，就给你3分钟的时间。3分钟之后，如果我们赵家没事儿，不仅是他们，连你们也休想离开这里。小凡，我们这样会不会害了他们啊？妈，你放心，在海城还没人欺负得了他们。行了，3分钟已经到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赵总不好了，赵氏集团正在遭受一股不明势力的狙击，现在股价全线暴跌，赵家快顶不住了。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爸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家破产了吗？赵总，赵家的股价又奇迹般的升回来了，而且丝毫没有减退的痕迹啊！什么？林总，总部的电话打不通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自然是我了。哎呀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在下朱大长，海城首富。原来是朱总您呐！
有您亲自下海为我们赵家救市，难怪我们赵家的股票会升得那么快呀！老赵客气了，哎呀，你儿子是盛世集团海城分部负责人孟世强孟总的干儿子，孟总平时待我不薄，这次帮助他干儿子也是我应该的嘛。原来是孟世强搞的鬼，立刻让他滚过来见我。什么？让我立刻带人去趟凌波酒店。林总，孟世强10分钟内就会赶到。还真是演戏演上瘾了。孟总那是盛世集团的10大董事之一，在海城那也是座山虎一样的存在。就凭你们几个也敢直呼其名？就是，孟总可是连我都要俯首称臣的存在，就凭你一个电话，还想把孟总叫来？你真把自己当林总了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林楚楚？慕凡啊，我真的很好奇啊，你到底是花了多少钱找来的演员？都这会儿了，还装呢？你们现在就叫嚣吧，等一会儿就会让你们笑不出来。在海城还真是没有人敢让我笑不出来。丫头，刚才你对我们公司的狙击，确实是把我吓了一跳。但是你以为凭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就能骗过我？你是大错特错！也是你们该死，冒充谁不好，非要冒充林总。告诉你，林总可是我们海城豪门都高攀不起的人物。也不跟你们废话了，来人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扒光了衣服，跟我养的藏獒关在一起。你们不是爱演吗？我就让你们演个够！你敢？在海城这个地方，没有什么我赵家不敢的。动手！孟总，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，出发，凌波酒店。是。不堪一击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们他妈想活命的话，赶紧把我放开！张少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？爸，怎么办，爸？慌什么？抄家伙！我劝你们抓紧时间把我们放了，不然一会儿我的人可要开枪了。私藏武器是违法的，你们就不怕坐牢吗？坐牢？在海城，老子就是天，谁敢抓我？倒是现在你们该想想，你们该怎么脱身呢？娘的东西，还他妈挺有劲儿！能打有什么用？现在社会拼的是实力，拼的是背景。行了，也闹够了，婚礼还要继续进行，把他们几个废物给我抓起来关起来。等婚礼结束之后，我再回来收拾他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爸，刚才慕凡这个废物让我喝了一杯那么恶心的东西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各位，今天来参加我婚礼的都是自己的朋友，现在婚礼上有人捣乱，我必须要惩罚。各位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上次同学会还没散场，他就开始打包，这次我再给他加一份，等他进了狗笼子慢慢吃。来，别老吃素的，也来点带壳的。呀，这都是干的，容易噎着，我再给他加点汤。来，再给他加点料。慕凡，跪下，趴着吃完好上路。小凡，妈替你。妈，我自己来。今天这件事是我跟他之间的恩怨，我自己解决。很好，没让我失望。小凡，对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从一出生就注定。当狗的成不了人，敢对着人龇牙咧嘴的，早晚会受到报应的。慕凡，你变成今天这样，怪不了别人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圈子不同别硬揉，赶紧吃吧，
臭死了！吃啊，快吃啊，赶紧吃啊，快点儿吃！你说的不错，人跟狗之间确实是有区别的。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在我面前呲牙咧嘴？不是，慕凡，你找死！还真有不怕死的。不要开枪！今天的事儿都怪我，我给你磕头，你就饶小凡一命吧。你要杀就杀我，我有小凡这么一个儿子，求你放过他吧。妈，你快给他磕头，你快磕呀！你难道想让妈眼睁睁看着你死吗？妈，他们不敢杀我。5分钟，还有5分钟，5分钟之后，我会让你们全部跪下，给我妈磕头道歉。我们还有多久能到？前面有点堵车，恐怕还要10分钟。什么？堵车就赶紧绕路，5分钟之内必须赶到。是。你听到你儿子说的什么了吧？不是我不给他机会，是他自己不中用啊！赵凌波，我警告你，你儿子任何冲动的行为，都将给你赵家带来不可承受的灾难。演，还他妈演！这当老子不敢开枪吗？小凡，少少，你真把他杀了？我没有，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爸。行了，不就是一个底层的垃圾吗？死了也就死了，大不了多赔点钱就是了。慌什么？抓紧时间，先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，等我把尸体处理完了再说。他没死，他没死，还好，只是子弹擦破了皮，没大事。没事正好，省了我麻烦了。抓紧时间把他们抓起来，快点！好一个赵家，看来在海城还真没你们不敢干的事儿了，是吧？你还真就说对了，不过现在知道的也太晚了。抓起来！妈，不要！求求你了，小凡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他不能再出意外啊！滚一边去，老太婆！妈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有什么身份过来求我？还有3分钟，3分钟之后，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到底得罪了一个怎样的存在。你还演？你不累我都累了，赶紧动手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，朱总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老赵啊，你也知道啊，我老婆死得早，这2年呀，我一直想找个新媳妇儿，但是一直找不到。我看啊，她还有几分姿色嘛。老朱呀，老朱，没想到你是人老心不老，还想吃把小嫩草。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保证让你等会儿哭都哭不出来。上这儿去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看上的是你。混蛋！你敢动我妈一下，那你不得好死！我说你是被我刚才那一枪给吓傻了吧？朱总可是海城首富，他能看上你妈，那是你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。就是，这对你们家来说可是泼天的富贵。你们要不抓住这次机会，到时候想哭都没地方哭。行了，我看上你了。这样，只要你跟了我，下半辈子保准你花不完的钱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把年纪，我回家嫁人了。我他妈给你脸了！姓朱的，你再敢动我妈一下，让你全家陪葬！你个小混蛋，还敢威胁我！今天不光当着你的面打他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上了他，你又能怎样啊？嘿，爸，这朱总看来是真喜欢这老太婆啊。哎，这样，老朱啊，今天我就给你做主了，在我儿子婚礼的现场，让你跟这个老娘们儿
把婚给结了，怎么样啊？不要！哎呦，我丈夫只有小帆他爸一个人。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！朱总在海城那是什么样的人物？想要什么样的娘们儿没有啊？你还在这推三阻四的，你过去吧你！放开我！我虽然穷，但我也有尊严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行呀，不就是钱吗？我给你50万，满意了吗？我们朱总出手就是大方。陆梦兰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能卖到这个价格，知足吧你？怎么样，想通了？我不要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嗨，你这个猪脑子，你这个捡破烂的，这么好的机会给你，你想什么呢？郑大，你再敢动我妈一下，让你后悔终生！慕凡，你都快要被关进狗笼子里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嘴硬？我当然有资格。还有2分钟，你们就尽情的表演吧。2分钟之后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了。你不会脑子也傻吧？现在是你们被我按在地上摩擦，我为什么要跑啊？行了，别跟他们浪费口舌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先把朱总的事儿给办了。陆梦兰，刚才朱总答应给你50万，我再给你加50万，这样你总能答应嫁给他了吧？这就100万了，陆梦兰，你这辈子见过那么多钱吗？还不赶紧跪下，谢谢朱总和赵总。我说了，我不嫁。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老太婆，还真是跟你儿子一样是个贱骨头啊！我看你们才是贱骨头，他们还敢嘴硬？朱大长，海城首富是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20年前你还是个开饭馆的，是因为盛世集团的提携，才让你有了今天。你调查我，你既然清楚，那就应该明白，朱总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你错了，就他这种货色，我一只手就能把他碾死。你赵广志，你等着，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这一巴掌到底有多贵。还敢跟我嚣张？你这个狗东西还敢打我？哼，是不是看你妈快要嫁人了，想再讹点钱啊？我再给你50万，条件就是你把你妈亲自送到我的床上了。我有的是钱，只要你答应和你的废物儿子断绝关系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我儿子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这种人我都见多了，没见到钱的时候一个个装清高，等见到钱的时候一个个跟狗一样跪在地上跪舔，甩都甩不掉。行啊，不就是嫌钱少，300万够我玩10个女人的了，但是你得洗干净了躺在床上，把我伺候舒服了。来，都看看，这就是咱们的朱总，大手笔。所以这些就是你嚣张的资本。不是，怎么还让你装上了呢？300万啊，你这辈子都挣不到。慕凡，离开我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是，只能找一个有病的来陪着你了。你们继续得意，1分钟之后，我保证让你们得意不起来。1分钟，1分钟，你们是闹铃啊！1分钟，老子再等你1分钟又能怎么样？哎呀，朱总啊，他呀就是一个说大话的疯傻子，你没必要跟他较真儿。再有这1分钟的时间，洞房都入完了。是啊，朱总，你看这酒店本身就是咱们自己家的，您就敞开了手脚，放开了玩儿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爸，朱总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没有，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去的。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放开我妈！你给我起开！他妈的，今天要办不了你，我就不姓朱！你他妈！哎，朱总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，您继续。给我吓回去了！他上一边去，先把他给我带回去啊！等老子晚上缓过劲儿来再收拾他。小凡，站住！还有30秒，
朱大成，你还有你们，今天谁都走不了！劝你们赶紧放人，再跪下磕头道歉，我还能给你们留条全尸。不是我说你们，与其在这空口白牙的说大话，不如讲两句好听的。要是把我们朱总哄高兴了，我们朱总说不定还能赏你们点钱。慕凡，你不会真以为你随便说两句就能把我们唬住了吧？哼，像你们这种人，这辈子也只能跪在有钱人的面前当垃圾，下辈子也翻不了身。是吗？那我们今天就走着瞧。行了，别跟他们浪费口舌了，带下去。盛世集团海城分部经理孟世强到。什么？孟总真的来了？难道他真的是林楚楚？孟总不是有事来不了了吗？难道真的是因为他们？不可能！就凭他们这群社会底层的垃圾，也配认识我干爹？就算认识，我干爹也不可能一个电话就被他们叫来。我知道了，我干爹肯定是手头上的事儿忙完了，特意来参加我的婚礼的。广志啊，你这个干爹呀，可是重情重义，一定是忙完手头的事儿来参加你的婚礼来了。原来是巧合啊，差点就被你给骗了。老公，听说这个孟总可是海城的坐山虎，想有海城第一交易位置，你可要好好跟我引荐引荐。这还用引荐？等我们结了婚，你自然就是他的干儿媳妇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老公，我就知道没跟错人。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不知道自己惹了滔天大祸，竟然还在这里幻想美好的未来。妈，别害怕，我们很快就得救了。救？谁来救你？那可是我干爹，你不会指望我干爹来救你们吧？别废话了，关几天狗笼子，他们就知道错了。压下去！我看谁敢乱动！我看谁敢乱动！干爹，您来了。孟总。哎呀，孟总，您今天不是有事儿来不了了吗？早知道这样，我下去接您去啊。我今天有别的事情，不是来参加广志婚礼的。哎呦，孟总，您说笑了，这有什么事儿比您干儿子广志的婚礼更重要的事儿啊？干爹，我是您的干儿媳妇娜娜。啊，你就是广志结婚的对象吗？干爹，您是在找什么吗？啊，对了，今天婚礼上有没有见什么陌生人？陌生人？难道干爹要找的是那个臭娘们儿？没有什么陌生哦，今天来的全是我们自己家的亲戚朋友。哦，倒是有一个不请自来的。在哪儿？在那。就是我。孟总，我听说您干儿子广志结婚，我是推掉手上所有的工作过来参加的。难道林总说的不是这里？孟世强，我让你来见我，还没见的，你就要走啊？哎呦！谁给你的胆子，还不放人？妈，你没事吧？妈没事，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干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们就是一群社会底层的垃圾，竟敢试图扰乱我的婚礼，我正要教训他们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他们就是一群社会底层。干爹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打你！我都想弄死你！不是，孟总啊，广志他也没错，他没惹你啊。他惹我倒好说了，可是他得罪的是，他这次闯大祸了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赵少到底惹了多少人？孟总说笑了，以我老朱家的财力，在海城为赵家站垒，就算是林总来了，也不能把赵家除名嘛。是吗？那我就让朱家在海城彻底除名。去，周明，林总有令，海城首富朱家，海城除名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！我老朱家的势力遍布海外，是你想除就能除的？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什么天塌了？给我说清楚！盛世集团突然撤资了，他们还联合三大财团一起抵制朱氏集团，朱家要破产了。什么？
周总，你怎么好好的要撤我的资啊？喂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！啊，我早说过会让你后悔，想求饶，问问他答不答应？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给你一爷爷次机会。你不是知道你错，你是知道你就要死了。当众羞辱我母亲，这个罪，就是死1万次也偿还不了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，穆总，我该死，别，再给我次机会啊！林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林总，你真是林总啊！爸，你跪他干什么？孽障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爸，赵叔让你跪下你就跪下，瞎了你的狗眼！林总也是你能惹的。林总？什么？您是林总？林总，对不起，林总，我错了，林总。那他是？他就是我的老公，盛世集团的董事长穆海胜。他明明就是穆凡呀！林总说他是，他就是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敢质疑林总？这是……嘘，妈，这件事呢，我过后再跟你解释啊。穆董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穆董我错了，求您放我一马。放我？当众打我，羞辱我，给我戴绿帽子。更可恨的是，你们还羞辱欺骗我妈。你说，你让我怎么放过你？都是他指使我的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穆董。你放屁！小凡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找人害你呢？你早跑哪儿去了？少在这胡搅蛮缠！吃，给我吃！穆董，我儿子在吃狗食。穆董，只要你能放了我儿子，放了我们赵家，我们赵家愿意给你做狗。是他，都是因为他。要是穆董今天不饶过我们赵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凡，求你放过我们，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们，我也愿意当你的狗。滚开！你恶不恶心？想要让我放过你们也行，从那儿跳下去。只要你们从那儿跳下去，我就放过你们，放过你们赵家。穆董，那可是5楼，跳下去能死人的。穆董向来说一不二，机会已经给你们了，怎么选择是你们的事。爸，我不想死。爸，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。爸，广志啊，你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别怪爸狠心，你从这跳下去就能救赵家。爸不可能为了你毁了赵家100年基业。走，爸，走。穆董，林总，干爹，我是广志啊！我爸他要杀了我，救救我，干爹！孟世强，我劝你不要管你不该管的事。穆董，林总，广志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他本性不坏，今天是不是有些误会？孟世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赵广志得罪了穆董，你竟然还敢替他求情！穆董，孟世强是盛世集团的10大元老之一，号称海城的半边天，他的面子你要给吗？穆董，我为公司效力多年，一直兢兢业业。您看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有求过您什么。您看今天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？卖你的面子？孟世强，你搞清楚，是先有的盛世集团，然后才有的你孟世强。是集团成就了你，不是你成就了集团。更何况这个人当众辱我母亲，已经罪无可恕，我就是要让他3更死。我看谁敢留他到5更。2天时间，赵家从海城除名，还有你张娜，打断腿扔出海城，这辈子都不准再回来。穆董吩咐的事你没听到吗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晦气，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得罪了穆董，现在搞得我们连抱大腿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走，我们走。赵少，
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想变成残废，更不想离开海城。细看，救救我干爹！我干什么去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救你？我就不明白，他就是一个靠着助学金才能勉强完成学业的废物，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万人敬仰的木董？他不过就是个送外卖的窝囊废。还有他那个捡破烂的老妈，在今天之前，他们就是被我踩在脚下的笑话。等等，你说那个老太太是木董的妈？对，木董不是个孤儿吗？周副董，我在海城见到了木董，而且木董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母亲。不可能，海生分明已经死了。你见到的那个应该是林楚楚找的替身。什么？穆海生真的死了？那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不错，枉我们苦等了10年。老孟呢？现在我们老哥几个就等你打响第一枪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做足了准备。王志啊，穆凡的意思就是想让你死，但是你呢，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啊！你敢吗？我敢。别说是那个穆凡，就算是穆海胜活了，我也没再怕他。好，好，好！盛世集团本周要在东城区开辟一个生态园项目，我会派人悄悄地把项目的私密文件交给你，同时也会秘密地给你们凌波集团注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项目给我抢下来。难道就是最近铺天盖地宣传的万亿的大工程？不错，如果你能把项目拿下来，我就可以借此机会联合股东为难林楚楚。到那个时候，集团董事长位置，他们不让也得让。野妈我会另做安排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让你变得更像穆海胜。你现在要做的只有2点：第一，熟读这些公司文件，它能快速帮你掌握盛世集团的所有情况；第二，就是练习上流社会的礼仪，这样在2天之后就不会在公司的年会上露馅。林总，他真的能在2天内把这些全部记住吗？连穆董都没有办法在短短2天时间内将这些全部记住，但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穆凡，你不要太有压力。你不仅能看得懂，而且还能迅速将这些核心部分提炼出来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一拿到这些文件呢，好像印在我脑子里了一样。林总，他真的提炼的既简约又准确。看来你不光长得和穆海生一模一样，连金融天赋都和他不相上下。我越来越好奇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了。不过怎么好像少了3年的报表？哦，仓库里还有一摞文件，我去报过来。我看也没有那么难吧，不出1天，我就能将这家公司所有的信息全部掌握。看来第1项任务对你来说很简单。那我们开始训练第2项。啊？别说话，吻我。这好像不太好吧？想什么呢？我让你吻我的手。哦，嗨。感觉不对，身体放松，手放低，神态自然。再来。怎么，还有脾气了？你要是当不了穆董的话，大可以回去做你的外卖员，继续当你的舔狗。我林楚楚要的是像穆董那样的大英雄，并不是像你一样哭哭啼啼的废物。林总，不好了！你怎么也变得冒冒失失的了？林总，咱们集团出大事了，咱们布局东城生态园的项目被人截胡了。什么？是凌波集团，他们好像提前知道了咱们布局东城生态园的所有计划。凌波集团，他们不是昨天就应该倒闭了吗？
昨天凌波集团突然宣布赵广智担任新总裁，一夜之间，他们收到了数笔神秘资金。他们靠着这笔神秘资金，直接拿下了东城生态园的项目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商业狙击。肯定是孟世强在暗中操盘，单凭赵广智一个人做不成这件事。东城生态园关乎于盛世集团未来10年的发展，这个项目要是丢了，董事局必然会找我们麻烦的。难道孟世强是冲着董事长的位置来的？干什么？嘘，别吵，我好像找到了一点穆董的感觉了。穆董、林总，你们快想想办法解决现在的麻烦吧。董事会的成员们还吵着要见你们呢。小凡，别闹。戴倩，立刻备机，我要回一趟总部。好。不，戴倩，通知他们，要想见我，滚到海城来。这阵仗不小啊。冲我来的，我去会会他们。以你现在能力，还没有办法应对现在的场面，你就待在这里，哪也不准去。楚楚，相信我，我可以应付的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在2天后的公司年会上露面，那时整个世界的目光都会落在你身上。相对于那场考验，今天的这几个人简直是不值一提。答应我，在此之前不要让自己出任何意外。而且，我也想看看来的这几个人是不是真能在我头上反了天。李总，这次得由您来带头啊！我看这里面就您和穆董能说得上话，到时候我们都听您的。我也已经有3年没见过穆董了，现在集团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不都是他林楚楚说了算吗？我们尊重穆董，叫他一声夫人，还真把盛世集团当成他的了。我早就发现这件事情不太对劲，穆董可是不世出的商界奇才，怎么会在东城生态园这个项目上发生这么大的事故？我看呢，这其中一定有鬼。我也觉得东城项目被抢，我看林总应该负主要责任。李总，咱现在怎么办？这个项目下面的人开始人心惶惶，如果现在不能及时解决的话，恐怕集团下游生产链的人会集体撤资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当然是谁的锅谁来背了。这次东城的项目给集团带来了这么大的损失，那林楚楚要是不受到惩罚，怎么也说不过去的。可林楚楚毕竟是穆董的夫人，万一闹得太过，她翻脸怎么办？翻脸？他要是翻脸，我就联合所有的股东一起给他干翻。你联合一个试试。林总好。说呀，怎么不接着说了？你们刚才聊的不是正起劲吗？说就说，林总，东城生态园这个项目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，就是因为你的一意孤行啊，非得照着什么凌波集团引起他们的反击，才把我们的项目搞丢了。就是林总，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其实并不懂得商业上的风险评估，你的决策更多来源于感性而不是理性，甚至我还怀疑你其实并不懂得经营，你不配坐现在这个位置。你是在质疑我？你叫何小军是吧？我记得你就是周明提拔上来的人，你今天是怀着什么心思来的？我一清二楚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我要的是说法。没有人做错了事情不受惩罚，你今天就算是杀了我也会这么说。林总，别以为你获得穆董信任就可以为所欲为、无法无天了。我们要见穆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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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穆董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见穆董，那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戴倩，把所有想见穆董的人列个单子出来，等会后穆董一一会见。林楚楚，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我何小军今天大不了就是不干，楼下的股东要是吵着分家，那盛世集团可真算完了。是穆董要我们来海城见他的，我们来了，他却装病躲着我们，只让一个女人来应付，这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见我啊？穆董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病？我没事。穆董，穆董，刚才是谁在那边大呼小叫，对我老婆不敬？是你是吧？觉得我死了，集团没人可以当家了，想造反吗？穆董，
我们只是就事论事。集团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，总得找个人负责任才行吧？不然这以后该怎么负重啊？何小军是吧？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我来回答你。何小军，江城分公司的负责人。去年你投资的海外纺织业务，前后让公司亏损了60多个亿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笔账应该还没还给公司吧？哼。赵德全，江南分公司的负责人，18年投资 B2B， 结果项目爆雷，这一下就让公司亏了200多。哎，你来说说，这笔账是不是也应该找个负责人呢？啊？哎呦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这位，我们盛世集团10大元老之一李百川。哎，他的业绩更辉煌，这5年来他参与的投资就没有盈利的，其中还不乏有数笔数额巨大的投资下落不明。这笔钱可一直是公司在给你垫。你说说，这前后加起来300多个亿，李总，钱去哪儿了？还有各位的这些烂账，还需要我一笔一笔跟你们算吗？穆董，这个账可不能这么算的。我们造成的损失，对集团来说不过是9牛1毛而已。可是光盛能源这个项目可不一样，一旦解决不了，集团可是会被直接击垮的。到时候咱们可是一起玩完的。为什么解决不了？既然穆董有高招，那就给出个解决方案吧。就是啊，有本事就说，老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什么用啊？你放肆！事情怎么解决，穆董自会定夺，岂容你在这上蹿下跳？说的不错，有我穆海胜在，我们盛世集团就不会倒。你们记住，今天我在这里单方面宣布，继续追加，加大投资。什么？你还想投资？你怎么敢呢？戴倩，把我手里这一摞文件发过去，给各位分公司的负责人看。这些都是他们之前拒绝过的投资项目。这账面全部都是投资必赔的项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说我要继续追投，你信吗？戴倩，把我集团公账拿过来。穆董，投资可不是儿戏呀！你这么做无疑是让集团雪上加霜啊！你难道真的要自取灭亡吗？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个笑话。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也想看穆董胡来？穆董，这些项目都是毫无价值的商业垃圾。你当初被拒，都是各个分公司里面的老总开会得出的结论呢。就算你是董事长，你想这么做，我们也是不会同意的。我要求开董事会。哎呀，到底是这些项目是垃圾，还是你们担心被证明你们他妈的才是垃圾？夫人，我们到底听谁的？先有的穆董，才有的夫人。我当然是听穆董的。至于你，多次以下犯上，是想造反吗？先从哪一个开始呢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真想好了？这个废物，公司迟早毁在你手。今天我手里签的这些所有的投资项目，追加投资50亿起步，上不封，1个月以后，他们将给我们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。利益我倒没看到，我倒看到你拿钱在玩命。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一定会汇报给董事会。穆董，像你这样一意孤行，只能让公司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给这样的公司卖命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我辞职！哼，我他妈不干了！我也辞职不干了。说好的一起辞职，他这样怂。哼，双喜，想辞职是吧？来，现在原地写报告，我马上批。穆海胜，你别得意，你签的这堆垃圾根本不可能回本。我倒要看看1个月之后你怎么向董事会交代。你现在已经是公司外的人员，我怎么做事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站住！我让你们走吗？现在立刻
给我夫人道歉！海胜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？你们几个合起伙来围攻我夫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们有多过分？你们两个还是赶紧服个软吧，不然你们连这个楼都走不出去。对不起，大声点儿，听不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林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哼，老婆，满意了吗？欺人太甚，先让他得意一阵子，等1个月后回来，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笑话。走着瞧。大家都走吧，散了。哎呀，可紧张死我了。怎么样，演得不错吧？慕凡，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你就是一个替身，有什么资格做这些决定？那我也请你搞清楚，我完全是为了帮你们公司赚钱。赚钱？就靠这些垃圾项目啊？你知道这些项目被积压多久吗？穆董在的时候都没敢轻易拍板的项目，你这么肯定说他能赚钱？所以，穆董在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强势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行，你要想等晚上，这时一定是刚刚训练的太投入，不小心沾到衣服上的。哎，你刚说什么？什么晚上？没什么。我是说，你一下签这么多垃圾合同，万一1个月后赔了，董事会追责。哎，放心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些项目稳赚不赔。直觉？这些可都是上千亿的项目，你跟我说直觉，你骗你的。这些项目呢，可是我用了1天的时间，花了好大功夫研究出来的，肯定没问题，相信我这一次。没看出来啊，你和穆海胜一样，骨子里头太傲了。不过正好，我也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他的本事。戴倩，哎，把这些项目都跟紧了，50亿不够的话，就追加到100亿。就算这些老板是只猪，我也能让他起飞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。我想让你帮我妈换一个大点的房子，我想亲自把她安置过去。没问题。我在海城最安全的别墅区有一套别墅，你可以让你妈住那里。太好了。不过我明天要和戴倩回一趟上京，没办法陪你去。这是我的朋友林芊芊，明天我让她陪你去。林芊芊？喂，妈。啊，我来这儿呢，找人取钥匙。等我取到钥匙呢，我就过去接你搬家。奇怪，林芊芊怎么还没来？喂，亲爱的，我到酒店大厅了。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我穿一个黑色的上衣。请问你是寂寞一支烟吗？就是网名。哎，算了，我换个问法。请问你是穆少吗？我是倩倩啊。哦，你是林芊芊啊？我一直在这等着你。果然没错，没想到穆少在我直播间这么豪横，现实也长得这么帅。哎呀，咱们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上去把正事办了吧。对，那个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呢。这样，我们呀就在这儿把正事办了啊。在这儿不上去吗？哎，不用上去，咱们就在这儿速战速决。可是这里的人会不会太多了，不太好呀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人多才热闹嘛。人多是穆少，其实我还是有底线的。林倩倩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是？果然是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刚才还跟我约着见面，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。我是你直播间榜一大哥，寂寞一支烟啊！你就是穆思聪穆少，那你是？我是穆凡。你个臭男人，还想假装穆少，在这占我便宜？哼，
穆少，你是不知道这个家伙刚才是假扮你，还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我那个……你胡说什么？谁要占你便宜？明明是你自己先认错人了。哎呀，好。再说了，谁要跟你那个？好宝贝儿啊，这个臭小子竟然敢欺负你，我找人去收拾他。哎呦，算了，穆少，咱犯不着为这种垃圾影响咱的好心情。别忘了，咱还有正事要办呢。对，咱有正事儿。明明是自己先认错人了，还恶人先告状，泼我一身水。要不是我今天有事儿，一定给你点颜色瞧瞧。请问，你就是慕凡吧？你是林芊芊？是的，穆先生，这是林总。哎，你等会儿。那个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，我先跟你确认一下。你确定你是这个名片上的林芊芊？没错，东郊别墅区执行董事林芊芊，就是我。这是林总让我送给您的东郊别墅1号的房产和钥匙，拿着这些，你就可以随时入住了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别墅是全市最安全的别墅。当然，我们东郊别墅的安保人员都是从各地退休的特种兵，安保条件呢，别说是海城，就是放眼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。那就好。我妈要是住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哎，对了，先生，要我陪您一起办理入住吗？林总是我们的大股东。不用。我跟我妈呢还有私事要谈。我做替身这个事儿，还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这一身水回去不好解释，先去洗手间弄干净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人！我乱咬人？你打老子好事儿，我咬死你我！谁打扰你好事了？是你们自己没关，我才看见的。再说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情，恶不恶心？我还没让你们赔我洗眼睛的钱呢，还强词夺理是吧？你看我不……我警告你别乱来啊！我慕凡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。行，你这个废物偷看老娘干那事儿，像你这种下头男，活该一辈子找不着女朋友。懒得搭理你们。怎么戳到痛处了，还不了嘴是吗？我看呐，你这种人就是那边不行，所以只能靠偷看来获得一些爽感。你，干什么啊？说不过还想动手是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老子可是练过，不怕死你就来啊！你，穆少，不可理喻。妈，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。未来呢，我可能要离开海城一段时间，这里呢是全海城最安全的地方，以后啊就住在这儿吧。好，小凡，无论如何你都要注意安全。妈就你一个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！妈，放心。穆少，你真坏，又带我来这样的地方，难道又要做坏事啊？宝贝，你误会了啊！我带你来这儿啊，是想让你见见世面。这里面住的可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。真的？难道穆少在这里也有房？那倒没有。但是以我的资历啊，未来10年一定可以拿下这里1套房的首付。哎呀，穆少你真厉害！哎呀，什么人？我们就来这儿随便逛逛。这里非住户禁止入内，赶紧出去，听见了没？好，我们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他们怎么这么凶啊？他们可都是退役特种兵，赶紧走，不然会吃亏的。小心点，慢点走。又是这个偷窥狂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妈的，又是这小子！慢点嘛。亲爱的，咱每次亲热的时候，这男的都来凑热闹。你说他是不是偷窥狂，已经跟踪上我了？肯定是，毕竟你是个人见人爱的小仙女啊。穆少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他。行，就凭他打我这一下，我他妈也不会让他好过。
这不是那个厕所偷窥狂吗？真巧，哪儿都有你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哎，嘿嘿，你们到底想干嘛？小子，上次的事还没完呢啊！这次我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小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谁啊？妈，没事，我来解决啊。上次的事我也解释过了，就是个误会。你们还想怎么样？还想怎么样啊？本来你要是躲起来的话，我可以不找你麻烦。结果你好死不死的来这东郊别墅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等一下，这东郊别墅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你是能来，但我问你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来偷窥有钱人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谁偷窥有钱人了？哎呀，还在这里狡辩！谁不知道东郊别墅是建给有钱人的，而且安保十分严格。如果不是这里的业主，别说是人了，连一只鸟都飞不进来。你说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就住这儿。你住这儿？别开玩笑了！别他妈打肿脸充胖子了！东郊别墅那可是海城顶级的存在，你知道它什么价值吗？啊，就算你有钱也买不起。就是。那你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？好，行，你牛逼，你有本事，那你敢不敢带我们进去见见世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想看就跟着进来嘛。站住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说话的啊？这可是你们尊贵的业主啊！你们对业主就这个态度吗？业主在哪呢？就在这儿啊！刚才就是他亲口说，整个东郊别墅都是他的，还说带我们见见世面。今天好像有个主管要来，莫非就是他？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那我们以后都要听他的了，不得赶紧跟他搞好关系。这位先生，东郊别墅是林芊芊林总的，请你不要胡说。哎，听到了吗？林总可是海城有名的商业大佬，你敢盗用他的名号，你是活腻歪了吗？对，就是这个人，大言不惭，敢说东郊别墅是他的地盘，这分明就是想借着东郊别墅招摇撞骗。你们要是不处理的话，这日后指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来。你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赶紧滚！主管好。什么？主管？队长，你说他是主管啊？怎么？我说的话你还不信吗？还敢对主管动手？你是不想干了？这小子竟然是主管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……哎呀，穆少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怎么能不信呢？我们刚刚得罪他，你说他会不会报复我们呀？你问我怎么知道吗？欧阳主管，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跟您作对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等一下，你叫他欧阳主管，他不是姓穆吗？穆，你不是新来的欧阳万林欧阳主管吗？看来你们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欧阳主管，我姓穆，叫穆凡。好你个狗东西！刚才我就看你小子贼眉鼠眼，不像个好人，竟然敢跑到这里来冒充欧阳主管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谁冒充欧阳主管了？是你自己认错人的，我可没说什么。还敢狡辩，给我抓起来！抓我儿子干什么？放开！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敢动我妈？就动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既然你不是欧阳主管，你觉得我还会怕你吗？我确实不是什么欧阳主管，但是我是这里的业主。这钥匙哪里来的？如果我说是林芊芊亲手给我的，你信吗？哎，吹啊！你们听的吹！林总是什么身份啊？怎么可能认识这么一个穷小子啊？还给他一套豪宅，这可信吗？就是，这个人满嘴谎话，之前就冒充我们家亲爱的，要对我骗财骗色。小凡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别听他们胡说。够了，臭小子！刚才在外面胡说八道也就算了，还敢来这里把我们当猴耍，我们给你脸了是吧？去，抓起来！怎么回事？吵吵嚷嚷，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妈的，你从哪冒出来的？你谁呀？我欧阳万林。欧阳主管，欧阳主管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子在这招摇撞骗，说和林总关系好，那说这钥匙是林总亲手送给他的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就是啊，这小子跑到东郊别墅来招摇撞骗，
依我看，就应该打断他的狗腿，让他好好长长见识。我看打断你的狗腿吧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打的就是你，对我的贵客不敬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贵客，不错，林总刚给我发消息了，说有位姓穆的贵客让我们好好接待。不会是他吧？想必您就是林总说的那位贵客。不错，是我。穆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欧阳万林，是这里的主管。啊，您误会了，这房子呢不是我住，是给我妈住的。老夫人您好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您以后的饮食起居就由我来负责了。不嫌弃。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个别墅就是我们的。来，两位这边请，我带你们进去。主管，那2个人敢来我们东郊别墅，对我们尊贵的业主不敬，都给我丢出去！是。不是，请。赵少，他们来别墅了。你听清楚了，那个男人就是叫穆凡，不是穆海胜。千真万确。很好，想办法把那个老太婆抓回来。我要在明天的公司年会上彻底拆穿她的身份。好。今天这场年会决定着你我的命运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走吧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干爹，人证物证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穆凡一出现，他就死定了。很好，你们2个人先藏起来，等我命令行事。是，干爹。最近我们盛世集团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对我们集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们盛世集团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。就你也配？戴倩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你德不配位。你签的这一堆垃圾项目已经将公司拖入泥潭了，你还有脸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戴倩，你一个小小的秘书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是位置低，但也正是因为我位置低，所以我能够窥探到你们私底下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你们在底下怎么胡闹都无所谓，但是你们要是敢做有害公司利益的事情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哎，戴秘书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说穆董夫妻私生活不检点吗？人家私生活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可听说穆董昨天在海城花了1000亿扶持了一堆烂项目，这不是害公司吗？穆董，林总，你们的私生活呀，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，但是你们不能拿着董事会对你们的信任肆意妄为吧？还好有一位为人正直的戴秘书仗义直言，不然我们可能不知道盛世集团已经让你们带入绝境了。依孟总的意思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你让公司赔了这么多钱，不引咎辞职，难以平民愤呐！辞职！好，既然我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公司赔了钱，我应当负责。但是如果公司没有赔钱呢？如果公司没有赔钱，孟总，你又当如何？不可能，这些项目我来的时候全都确认过，分明一直在赔。戴倩，你再好好看看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既然穆董让你看，那你就仔细看看，也好让穆董死心。你们看，这些项目的股票全都是绿的，从来没有涨过。这下穆董没话说了吧？戴倩，亏你还声称自己是秘书，做事这么粗心。你再仔细看看你那平板上，几分钟没有更新了？我就不信，这分分钟还能翻上天。
这怎么会？穆董的项目全都在涨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没有看错吧？涨了，又涨了！我这个竟然10分钟就涨停了，这不是垃圾股吗？怎么一下子这么猛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很简单，这些股票全部都是跟基建有关。前2天，国外某实验室研究出了室温超导，这项颠覆性的技术必将引发全球新一轮的基建，而国内的几家公司也相继证实了室温超导的真实性，所以股票就顺势涨起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些项目不仅没让公司赔钱，反而让公司的市值翻了3倍。现在还有人质疑我吗？精彩啊，精彩！处事不惊，还能绝处逢生。哼，你小子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不过就算这样，盛世集团董事长的位子，你也做不了。是吗，孟总？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呀。怎么回事？放心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怎么回事？是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哼，孟总，什么意思？穆董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现在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识了。母亲？什么母亲啊？穆董不是个孤儿吗？他就是个孤儿。没错，穆董是孤儿，但是眼前的这位他有母亲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穆董。孟世强，你说这些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我既然敢在这里提出质疑，自然有十足的把握。这个人，他叫穆凡，是海城一个外卖员，自幼丧父，跟着母亲靠近垃圾为生。我说的可对，戴秘书？丝毫没错，孟总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个穆凡就是林总让我替他找的。住嘴！怎么，林总这是恼羞成怒，现在都不让人说话了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就算堵住了戴秘书的嘴，难道你能堵住在座所有人的嘴吗？穆董，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？首先，你教唆他人绑架已经构成违法。其次，你在年会这样的场合公开质疑你的上级，但我念在你事出有因，姑且不跟你计较。最后，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全都是空口白牙，你还有别的证据吗？提到证据，还真有。大家请看，这是我们在一起6年的点点滴滴。穆凡，如果你真的是穆董的话，这些照片你又作何解释？我凭什么要解释？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？哦，对了，娜娜曾经告诉我说，穆凡的脖子后面有一个胎记。大家都知道，胎记这种东西后天是无法移除的。大家看看他的脖子后面便知。穆凡，放心。好，既然你们想看，我满足你们。不可能，穆凡明明有胎记的。现在你们该看的也看了，满意了吧？看来你为了今天做足了准备啊。可惜啊，我这里有穆董生前留下的一些 DNA 样本，只要一对比，就能得出答案。穆董，你敢吗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哼，哼，哼。结果已出 ，DNA 检测完全吻合。他就是穆海胜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分明就是穆凡，因为真正的穆凡在这里。赵广志、张娜，你们2个涉嫌绑架、杀人、非法交易等多项罪名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妈，怎么有2个穆董？什么2个穆董？一个是真的穆董，另一个是穆凡，2个人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小凡，妈，没事了啊。孟世强，你涉嫌1起谋杀案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戴倩，你偷偷的向孟世强泄露了我的行踪，
设计车祸，想要杀了我，制造混乱，然后孟世强好趁乱夺下盛世集团的控制权。只可惜你们机关算尽都没有想到，我竟然没死。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设计的局？没错，穆董早就怀疑你了，所以才没让我声张。我假借寻找替身的名义，就是为了让你们露出马脚，好将你们全部一网打尽。好，没想到孟世强竟然输给了你们两口子。妈，这一切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你不会再遇到危险了。我们回家。等等，这就要走了？穆董，事情既然都已经结束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忘了把你老婆带回去了？啊，她不是您的夫人吗？我们只是协议结婚，实际上没在一起生活过。结婚当初我们就一起约定，谁要是先找到另一半，我们就离婚。而2年前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另一半，现在楚楚似乎也找到了，所以，楚楚，还不快去！妈终于看到你娶媳妇儿了。